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有的人大冬天就算只穿个薄外套，照样精神头十足，浑身上下跟个小火炉似的，走起路来脚底生风。另一种人呢，就是咱们老年朋友里最常见的，天气稍微一变，立马咳嗽痰多，手脚从早到晚都是冰凉的，吹点小阴风就打喷嚏流鼻涕，恨不得把自己裹成个大粽子。这两种人的差别，很多人以为是什么天生体质不同，或者年纪大了自然衰老，营养没跟上。我告诉你们，根本不是，这里头就三个字：阳气足。你们要晓得，人体的阳气就跟天上那个太阳是一模一样的。天上要是没了太阳，或者连续下上几个月的阴雨，万物都得枯死，庄稼长不出来，大自然就是一片死寂。人身上要是没了阳气，或者阳气不足，整个身体就跟没了动力的破机器一样，五脏六腑都转不动了，各种毛病自然就找上门了。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中华文化里，早把这个天机给点破了。有6个字，你们一定要记住，叫做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是阳化气？你看夏天太阳一出来，热力一照，地上的水坑没多久就被蒸发成了无形的水蒸气，升到天上去了。这就是阳气在起作用，把有形的东西化掉了。那什么是阴成形呢？要是常年没有阳光照进山谷里，阴暗潮湿，那地方的水就会结成冰，就会变成烂泥沼泽，长满青苔。放在咱们人身上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很多老人家整天吐白沫痰，觉得胸口闷，喉咙里总有东西，咳不干净，咽不下去，腿脚像绑了沙袋一样沉。你们以为那是普通的嗓子发炎吗？以为随便吃点什么清热消炎的药就能好吗？不是的，那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够了，化不掉体内的水分和垃圾，那些东西慢慢凝结在一起，就变成了有形的阴寒之气，变成了那吐不完的痰，变成了身上的包块。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一切都是因缘果报。你身上的这些寒气，你吐出来的那些化不开的浓痰，往深了说，全是你自己造下的业力结成的果子。这个业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平时一点一滴的生活习惯和念头积攒下来的。年轻的时候贪图凉快，猛喝冰水，大冬天为了好看穿得少，把寒气往骨头缝里逼，碰到点事情就想不开，钻牛角尖，生闷气，脾气大得很。你这些行为，你这些违背了天地自然规律的念头，就是在把你身体里宝贵的太阳一点点给耗灭了。人身上的福报是靠阳气拖着的，你胡吃海塞，你焦虑恐慌，你熬夜不睡，都是在疯狂漏你的福报。福报漏光了，阳气见底了，身体里全是阴湿寒气，那些所谓的慢性病、顽固病，就全都像阴暗角落里的毒蘑菇一样长出来了。一个人要是浑身上下全是阴气，摸哪里都是凉的，那身体能好到哪里去呢？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看一个人为什么生病，别忙着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药吃了一大堆，好了没2天又犯。为什么？因为根子坏了。你家的防盗门都破了，大门市场大开的，你光在屋里抓小偷有什么用？阳气充足的人，身体就像家里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风寒邪气根本闯不进来，就算偶尔受点凉，睡一觉发个汗也就赶出去了。现在很多人门是虚掩着的，体内的炉火是快要熄灭的，然后指望着1、2副昂贵的补药就能把几十年的病根拔掉，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病都是你自己一口一口吃出来的，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气出来的。你要是不把身体里这股阴寒的业障给认清楚，不把你心底那些违背天道的坏习惯给改过来，你吃再贵的人参鹿茸也是往烂泥地里撒金子，白费力气，听懂了吗？那么既然知道是体内的垃圾凝结成了顽固的阴气，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把这些堵住你生路的陈年老痰旧业障给扫地出门？别急，老祖宗在厨房里，在山林间给咱们留了救命的法宝，只要你用对了地方，理顺了身上的气机，这堵塞的死局自然有解开的法子。这第一件宝贝是专门用来给你身体理气的，你身体里的气要是理顺了，那些陈年老痰旧业障自己就乖乖顺着肠道排出去了。这件宝贝叫化橘红，很多人一听到化橘红就说，哦，我知道化痰的嘛，你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你别小看这几片长着细细绒毛的干果皮，你们要晓得，我们中华文化的大义理中有一句至理名言，叫浊气行则痰行。痰是个什么东西？它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它是你身体里的水液停在那里，变成了死水，死水发臭结块就成了痰。为什么水会停住？因为推着水走的那股气堵住了。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肉身就是一个大皮囊，里面全靠这股气机在流转，气要是死了，人也就僵了。化橘红真正厉害的地方，根本不是单纯去化那个痰，而是它能把你胸口脾胃里淤结的那股死气给理顺，给拨转过来，气一动，堵在下水道里的臭水渣子自然就冲刷干净了。我认识这么一位刚退休的王大妈，那时候我常看着她坐在小区院子里，整天愁眉苦脸的，她手里总是死死攥着一沓厚厚的纸巾，没说上两句话就开始咳，脸憋得通红，低头就吐出一大口白花花的泡沫痰。她常常跟周围的老姐妹抱怨，我这胸口啊就像压了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喘不上气，这喉咙里的白痰怎么咳都咳不干净，我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我留意过他的气色，看他说话那神情，再听听他平时的行事作风，心里就明镜似的。这王大妈是个操心命，脾气急，儿女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要管，管不听就生闷气，一着急上火，她就觉得喉咙干痛，牙齿发酸。她自作聪明，认定自己是上火了，只要一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立马就去街边买那种极苦极寒的凉茶，或者弄一堆清热泻火的苦寒药，大把大把的往下吞。家里人看着不对劲，劝他少吃点寒凉的，他眼睛一瞪，嗓门比谁都大，你们懂什么？我这是火气大，得多喝点苦寒的药往下压一压，不压下去，我喉咙疼得连饭都咽不下去。你想想看，这不是糊涂吗？我告诉你们，他那点所谓的火根本不是真火，是虚火，是他平时急躁焦虑，看什么都不顺眼，硬生生把自己心里的无明火给逼上来的。他强行用苦寒的凉茶去往下压，喉咙暂时的确不痛了，被冰镇住了嘛。但结果呢，那股寒气夹着他心里的怨气，直接被逼到了五脏六腑里，把原本用来消化食物运化水液的脾胃之火给彻彻底底浇灭了。脾胃一寒，喝进去的水全变成了死水，这死水凝结在胸肺之间，就变成了他天天吐都吐不完的白泡沫痰。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很多人就是参不透。佛家常讲人的根本烦恼叫贪嗔痴，王大妈的行为
就是典型的无明执念。他执着地认为自己有火，执着地非要用最强硬的手段去对抗，去镇压。他越压，身体底子越寒，身体越寒，痰湿就越重。这就跟我们很多人的心性一模一样。你在家里看着儿女做事不顺眼，你心里有一股无明火，你把它硬憋在肚子里，你在外面受了委屈，你咽不下那口气，全给死死压在心底。你以为压下去就没事了吗？我告诉你们，那股压抑的恶气，那份化不开的执念，在你身体里结成了块，慢慢的就变成了阴寒的痰湿，变成了你身上的结节、包块、痰湿，就是你身体里化不开的执念啊。这就是因缘果报。你在心念上造了淤堵的因，身体就一定会给你结出病痛的果。所以你要清扫这些业障，光靠去杀那个痰是没用的，你得用化橘红这种带有馨香温润之气的宝贝，去把你淤堵的气机给化开。当你用温热的水泡开几片化橘红喝下去的时候，那股温通的馨香之气就像一把温和的小扫把，顺着你的喉咙往下走，它不跟你对着干，它是去疏导你，把你胸口那股堵着的怨气、闷气一点点理顺，一点点往下引，你的气顺了，心胸打开了，不再跟那些虚火较劲了，不再执着于去压制什么了，身体里的冰块自然就融化了，痰湿也就跟着气流从小便从大肠排出了体外，这就叫顺势而为，这就叫放下执念。你心里不堵了，身体的下水道通了，那些让你咳嗽喘不上气的老沉积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但咱们刚才说了，理顺了气机，把旧的垃圾清扫出了大门，这只是第一步。你家里的大厨房如果还是冷冰冰的，你今天清扫干净了，明天吃点东西它又会结成冰，又会生出新的痰湿来。那么怎么才能把我们身体里这个主管后天运化的大厨房给彻底暖过来，不让它再生出阴寒的业障呢？这就要请出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第二件寻常却极其厉害的宝贝了。这第二件宝贝不是什么稀罕物，就在你们家每天做饭的灶台上，花椒。很多人一听直摇头，花椒那不就是炖肉、炒菜使去腥提味的佐料吗？这也能算救命的宝贝。你们要晓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华文化，那是大道至简，越是寻常的东西，用对了地方，越能拨转生死契机。刚才咱们讲了，要扫除身体里的痰湿业障，得先理顺气机。但你把旧垃圾扫出去了，如果你身体里的大厨房还是个冰窟窿，你今天喝口水吃晚饭，明天它又在肚子里结成冰，化成痰了。这个主管后天运化的大厨房就是你的脾胃。咱们中华文化里讲义理，脾胃属土，在人体的最正中，那是全身气血升降的太极点。佛法讲得很清楚，人生难得，咱们借用这个肉身在世间修行过日子，这肉身就是一个大法器，你的脾胃就是这法器里炼丹的丹炉。你想想看，你吃进去的五谷杂粮凭什么能变成气血，变成精神头？全靠这丹炉底下的火在烧啊！可现在的人呢，简直是造业大夏天的，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水，咕咚咕咚一通猛灌，吃西瓜非得冰镇的才觉得过瘾。你以为你是在解暑，我告诉你们，你这是在端着冰水往自己的命炉里泼啊！这炉火本来就不旺，被你一天一盆冰水浇下去，早就熄灭了。炉火一灭，丹炉冰冷，
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根本化不开，全捂在肚子里发酸发臭，最后变成了阴寒的死水毒水，这就叫脾胃积寒。脾胃一寒，人的命脉就没了一半。你看看身边那些老人家，稍微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胃里总觉得像塞了块冰，手脚永远捂不热，稍微吹点风就肚子疼，这就是底下的火断了。这个时候你光吃补药有什么用？丹炉都是冰的，放进千年人参也化不开，反而成了身体的负担。这时候就得靠花椒，这股纯正的辛温之气来给你重新把丹炉点着。花椒这个东西性质极其温热，它是直接往下走，钻入脾胃的，它就像一颗颗小火星落到你那冰冷的胃里，轰的一下就能把淤积在那里的千年寒冰给化开。我给你们说一段咱们老祖宗的历史。汉代的时候，皇后住的宫殿叫什么？叫椒房殿。你们以为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皇后喜欢吃花椒吗？错了，那深宫大院房子建得又高又大，终年见不到几个太阳，青砖石瓦透着刺骨的阴寒，那股阴气要是常年住在里头，皇后的身体全得冻坏了，还怎么繁衍后代，还怎么多子多福。当时的老泥瓦匠和太医令凑在一起，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法子。老泥瓦匠把成筐成筐的干花椒放在石臼里，全都捣成极细的花椒粉，然后把这花椒粉掺进黄泥里，用来粉刷宫殿的墙壁。你想想那个画面，大冬天的，外面大雪纷飞，阴寒刺骨，皇后裹着狐裘，冻得直打哆嗦。宫女把厚厚的殿门一推开，哎呀，一股馨香温热的花椒气味扑面而来。这股气味不刺鼻，它是暖的，是往下走的。皇后一走进去，深吸一口气，那股温热之气顺着鼻腔直接暖到了脾胃，暖到了丹田。原本冻得发白的小脸，不一会儿就泛起了红晕，手心也出汗了。这就叫风水，这才是真正的中华风水大智慧。老祖宗不是在墙上涂香料，他们是在用花椒的纯阳之气驱散深宫里的积阴之寒。墙壁有了温度，屋子里阳气充沛，皇后的脾胃暖了，宫寒破了，自然就能怀上龙种，多子多福。这个道理很简单，房子需要风水，你的身体更需要风水。你的脾胃要是常年像冰窖一样，那就是你身体里最大的坏风水。花椒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用来扭转人体中土风水的法宝。你不信，你今晚回厨房去，抓几粒花椒放在嘴里嚼一嚼，刚开始有点麻，接着就是一股热气顺着喉咙往下咽，一直暖到胃底。那些常年胃痛，肚子里老是有气咕噜咕噜响，大便不成形的人，就是中焦有一团化不开的阴气。花椒一下去，就像冬日里的暖阳照进了烂泥沟，把那些阴湿的寒气全部给蒸发掉了。脾胃的火一点着，你这法器的运转就恢复了正常，吃进去的饭菜就能变成气血，去滋养你的四肢百骸。你再也不会觉得身上总是挂着一层散不掉的冷汗了。可是啊，你们别高兴得太早。花椒虽然能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的厨房给暖过来，但现在还有一种人更麻烦，他们不仅是下面冷，他们还上面热。这群人也是咱们老年里最遭罪的，一张嘴满嘴的口腔溃疡，牙痛的整宿睡不着，脸上还时不时冒几个红肿的硬疙瘩，看着像火气旺得很。可是你一摸他的脚丫子，冰凉刺骨，
腰膝酸软，晚上起夜尿尿能折腾4、5回。你看这上面像是在火炉上烤，下面却像在冰窟窿里泡，这在咱们老祖宗的医理里叫做上热下寒。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你生命里最根本的那颗火种跑位了，飘起来了。面对这种情况，你光暖脾胃就不够了，咱们得请出第3件能把这股邪火时时按回丹田里的神物。这第3件能把邪火按回丹田的神物，就是咱们老祖宗用到绝的宝贝肉桂。你们千万别搞错了，我说的肉桂可不是现在那些咖啡馆里撒在咖啡上的那种薄薄的桂皮粉。真正能治大病调气机的肉桂是长在深山老林里，那桂树最靠近根部的一圈厚厚的树皮。你想想看，树木的根是干什么的？那是拼命往下扎，去吸收大地的精华的。所以这靠近根部的树皮，它天生就带了一股极其浑厚往下走的沉降之气。刚才咱们讲了，现在老年朋友甚至很多20、30岁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最折腾人的怪象，一张嘴满嘴的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的连豆腐都嚼不烂，喉咙干的冒烟，脸上还时不时冒几个红肿的硬疙瘩，这就跟个快要爆炸的火药桶似的，看着火气大得不得了。从膝盖到脚丫子，一年四季都是冰凉刺骨的。一到晚上睡觉，被窝怎么都先不热，一晚上还得爬起来起夜尿个4、5回，腰酸得直不起来。这叫什么？在咱们中华文化的医理里，这叫做上热下寒，这是极其凶险的体质。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全乱了套，你觉得上面痛上火了，就拼命去喝苦寒的凉茶，吃消炎去火的药，结果呢，上面的溃疡还没好，下面本来就冰凉的脾胃和肾阳被你这苦寒的药水一浇，彻底拉稀了，腿更冷了。那你换个思路，觉得下面冷是阳虚，赶紧去炖人参，熬鹿茸大补一下吧。好家伙，一补进去，下面的腿没热起来，上面的鼻血倒先喷出来了，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头痛欲裂。你这叫上不去也下不来，这就叫阴阳分离。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们，是因为你身体中间的路被死死地堵住了。有这么一个叫小刘的年轻人，不到30岁，这小伙子仗着年轻，平时干什么都风风火火的，脑子里整天琢磨的都是怎么赚大钱，怎么爬到更高的位置上，整个人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急躁和焦虑。有一回大冬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小刘和几个朋友去吃火锅，他非要点个变态辣的红油锅底，他一边大口大口的吞咽，一边满头大汗，不停地拿厚纸巾狂擦额头，还得意洋洋地跟朋友吹嘘，这几天觉得体内寒湿重，就得吃这种变态辣发汗，这叫排毒。可是你看他当时的倒霉相，那张脸被辣得通红，脑门上顶着几颗大痘痘，嘴巴周围全是起皮的燎泡，再看他桌子底下的双腿，下意识地紧紧缩在一起，时不时的还在发抖。就这一顿饭的功夫，他往厕所跑了4、5趟。为什么？因为底下憋不住啊，尿出来的全是像白开水一样的清尿，整个人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着虚汗。这道理很简单，他脑门上出汗、长痘、起溃疡，那根本不叫真火旺，那叫虚火上炎。他肚子里的中焦脾胃早就因为他平时暴饮暴食、长期熬夜、日夜焦虑，给死死地堵成了一块铁板。你们要晓得，正常人体内的气机循环，心火是属阳的，
它天生该往下走，去温暖你下面的肾水，肾水是属阴的，它天生该往上走，去滋润你上面的心火，这就叫心肾相交，水火既济。这就好比你家里的房子屋顶上挂着个大太阳，地下室有个大水池，中间有一根通畅的管子连着，上面的热气往下送，下面的水气往上升，你这整个屋子就是温暖湿润生机勃勃的。可是现在你中间的脾胃堵死了，心上的真火下不去了，全被憋在脑袋顶上，所以你牙痛长痘，满嘴溃疡，烦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下边的肾水得不到上面阳光的温暖，彻底成了一个万年冰窟窿。所以你尿频腿冷腰酸背痛。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切外在的相全是你内心的投射。你身体中间为什么会堵得水泄不通？你上面的邪火为什么会窜得那么高？根本原因是你心里头的妄念纷飞呀。现代人想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脑子里一刻都停不下来。老人家天天操心儿子的，房贷还不还得上，孙子的成绩能不能考第一，年轻人天天盯着手机屏幕，跟人家比收入，比排场，比面子，你的心神你的永远是悬在半空中的，永远是往外冲往上飘的。你这种无休止的焦虑欲望贪婪怨恨，在佛法里通通叫做妄念。你的妄念一直高高的飘在脑袋顶上，你身体里的气血和火候自然就全跟着浮上去了，根本沉不下来。这就叫神不守舍，本末倒置。所以对付这种上下脱节妄念纷飞的病根，你用普通的补药那是火上浇油，你用普通的寒药那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就必须得靠肉桂这员猛将出马了。肉桂这味东西，它有一股极其特殊极其霸道的辛香气和往下冲的猛力。它吃下去虽然是极其温热的，但它绝不往上跑，它专门往下钻。咱们老祖宗给它这身神奇的本事起了个极其绝妙的名字，叫做引火归元。什么是引火归元？这就好比你身体里原本有一群负责驻守边疆保家卫国的士兵，这就是你生命里的真阳之火。现在他们因为中间的粮道断了，也就是你中焦堵塞了，再加上被外界那些花花绿绿的贪念一勾引，这群士兵全叛变了，成了四处作乱的叛军，跑到你脑袋上打砸抢烧，弄得你满嘴长泡，头痛欲裂。这个时候你不能派兵去镇压，你越镇压他们反抗越激烈。肉桂就像是一个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带着皇上下的死命令，直接穿透你那堵塞的中焦，冲到你脑袋上，一把揪住那些四处乱窜的叛军虚火，连拉带拽，不由分说的把他们通通押解回老巢。也就是你肚脐眼下面的丹田和命门，那些在上面作乱的虚火，一旦被肉桂死死地压回了丹田里，它就不叫邪火了，它就洗心革面，重新变成了温润你五脏六腑，强壮你腰膝腿脚的生命真火。火一旦归了位，你脑袋上马上就不热了，口腔溃疡自己就愈合消退了，下面的丹田一旦热起来了，晚上也就不尿频了，双腿也暖烘烘的了。这就叫拨乱反正，这就叫天下太平。佛法里讲修行，有一句极其核心的话，叫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引火归元。不光是调理你的肉身，更是帮你把身体里狂乱的虚火给停下来，把你那颗四处攀援整天焦虑不安的妄心给彻底收回来。心一旦安定了，气就沉下去了，气沉丹田，
你这个人的根基就像老树盘根一样，死死地稳住了，任凭外面狂风暴雨，你只岿然不动，肉桂把你的火引下来了，把你生命的根给稳住了。可是如果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你身体里的阳气底子早就已经被你常年的恶习给捉见得一干二净，命门里的火种马上就要彻底熄灭了，连肉桂这位钦差大臣下去都找不到一丝火苗了，眼看着就要脱阳而死了。在这个生死一线的紧要关头，又该拿什么极其沉稳的东西来保住你最后一口气呢？这个时候能把你从鬼门关硬生生拉回来的，能把你命门里最后那一丝微弱的火星子死死护住的，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第4件救命法宝干姜。你们要晓得，很多人一听到干姜马上就摆摆手说，嗨，这有什么稀奇的，不就是生姜晒干了吗？我天天炒菜都切2片生姜，冬天感冒了还自己熬生姜红糖水喝呢。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生姜和干姜那根本就是两码事，在治病救命上那是截然不同的2条路子。生姜的作用是什么？是发散。你大冬天在外面走，吹了冷风，打喷嚏了，流清鼻涕了，这时候你回到家，喝一碗热腾腾的生姜红糖水，捂着大棉被睡一觉，没一会儿浑身冒出一层汗，寒气跟着汗水被逼出了体外，你第2天神清气爽，这是因为寒气还在你的体表，生姜的辛辣之气能把气血往外推，这就是发散。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你身体里的阳气底子都已经快被你捉见光了，手脚冰凉的，整个人瘫软在床上，你还敢吃生姜去发汗吗？你绝对不敢。你这个时候要是再去发汗，就等于把你生命里最后那点用来吊命的真阳之气，连皮带骨头全给散到九霄云外去了。汗一出，阳气一脱，身体反而越差。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你的家底都快败光了，只剩下最后几个铜板的时候，你还能敞开大门往外扔吗？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往外散了，必须要死死地守干姜。它不发散，老祖宗把生姜埋在土里，长成老姜，再经过特殊的晾晒和炮制，去掉了它身上往外冲的浮躁之气，留下的是极其沉稳、极其内敛的温热之性。它吃下去不会让你大汗淋漓，它是直接沉到你的中焦脾胃里，就像是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用一双厚实的大手死死地捂住你肚子里那盏马上就要被阴风吹灭的油灯，它守在那里稳住你微弱的真气，把体内的千年寒冰一点点化开。这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医理中叫做破阴回阳。讲到这里，我必须要给你们讲一段极其悲壮也极其伟大的一段史事。东汉末年连年打仗，老百姓流离失所，紧接着就爆发了一场极其恐怖的大瘟疫，当时叫伤寒，那真叫一个惨啊，村村都有白骨。那个时候出了一位伟大的医者，也就是后人尊称的医圣张仲景。张仲景看着自己的乡亲宗族里的人一个个染病倒下，他心里在滴血啊，医者父母心，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满城的人就这么冻死在病榻上。有一天，张仲景走到一个重症病人跟前，这病人原本是个壮汉，但此刻已经蜷缩成了一团，四肢冰冷彻骨，你摸他的手就像摸一块冰一样，壮汉冷汗直冒，连指甲盖和嘴唇都变成了青紫色，闭着眼睛，嘴里发出极其微弱的呻吟声，他下面还在不停地拉稀水，
吃什么吐什么，连黄色的胆汁都吐出来了。旁边的徒弟一摸脉搏，细若游丝，几乎摸不到跳动了。赤脚医生们直摇头，叹着气说，阴寒之邪已经彻底烂入五脏了，阳气全脱了，没救了，家属准备后事吧。张仲景不信邪，他扒开病人的嘴，看了看那张毫无血色、惨白湿冷的舌头，猛地站起身，转头对徒弟大喊，快取附子、甘草，再加种剂的干姜，不要生姜，必须是老干姜，马上给我熬汤。这药汤熬出来，黑乎乎的，冒着一股极其刺鼻、极其浓烈的腥冽气味。这就是后来名震千古，从无数次瘟疫中抢下人命的四逆汤。张仲景让人掰开壮汉的嘴，把这滚烫的药汁强行灌了进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盯着。不到半个时辰，奇迹发生了。壮汉那冰冷发青的手指头突然微微抽动了一下，紧接着他原本微弱的快断气的呼吸开始变粗了。那张惨白如纸的脸上竟慢慢泛起了一丝鲜活的血色。又过了一会儿，壮汉猛地睁开眼睛，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憋在胸口的闷气，虚弱的喊了一声，哎呀，肚子里暖和了。就这一剂药，一味重用的干姜，张仲景硬生生的从死神手里把壮汉给夺了回来。你们仔细去体会体会，张仲景凭什么能救命？就是凭着干姜这股纯粹的温守之气，在人身体极阴极寒、阳气马上就要断绝的绝境里，死死地保住了那一丁点微弱的火种，然后把它重新点燃。易经里有个极其高深的机理，叫做一阳生，意思是说，在最黑暗、最冰冷、最阴暗的谷底，只要那一丝代表生机的阳气还在，生命就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天地间的生机往往就孕育在这最绝望的时刻。佛法讲得很清楚，这跟我们人修心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一个人哪怕他造了再大的恶业，跌到了再深的人生谷底，穷困潦倒，众叛亲离，只要他心里还保留着最后那一丝真如本性，那一丝微弱的忏悔和善念，他就有机会回头是岸，就能重新长出福报来。你身体里那点快要熄灭的阳气，就是你生命里的真如本性。到了生死关头，你不能再去折腾它，不能再去乱吃乱喝挥霍它，更不能用各种苦寒的消炎药去打压它。你得用干姜这种醇厚内敛的力量，把它死死地护住，让它在你的中焦脾胃里重新扎根，重新发芽。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一到冬天，一场普普通通的小感冒或者摔一跤，立马就倒床不起，甚至很快就走了？你们以为是感冒病毒太厉害吗？根本不是，是因为他们生命里的底子太空了。你们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大冬天干重体力，活出了一身汗，脱了衣服在风口里吹，夏天贪图痛快，天天喝冰镇啤酒，吃冰西瓜，到老了心里头还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整天生闷气。这些违背天道自然的行为和恶念，早就把身体里的阳气一点点榨干了。等真遇到了风寒邪气大举入侵的时候，他们身体里连抵抗的本钱都没了，一下子就兵败如山倒，手脚冰凉，脾胃彻底罢工，吃什么吐什么，连喝口热水都要拉肚子。这就说明你命门里的火种已经被你逐渐的只剩下一丝火星了，阳气马上就要脱离肉身了。所以干姜的作用就是在这个万分危机、阳气欲脱的时刻，给你那冰冷的丹炉底下添上一把最踏实、最持久的干柴，
它不像生姜那样一点就走，一烧就没，它是慢慢的深深的透进你的五脏六腑，把你被寒邪彻底冻住的经络一条一条的给融化开。你的脾胃有了这股干姜给的底气，中途稳固了，才能重新开始吸收营养，才能把气血源源不断的输送给四肢百骸。手脚一旦暖和过来，这老命也就真真切切的保住了。好了，讲到这里，你们看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4件救命法宝：化橘红李顺气机，清扫痰湿业障，花椒温散脾胃，重塑中焦风水，肉桂引火归元，平息满脑子的虚火妄念，干姜破阴回阳，守住你生命里最后一丝底气。这4件东西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生生不息的循环，是把你从阴寒的泥沼里拔出来的通天梯，理都给你们讲透了，病根也给你们挖出来了。那么知道了这4件宝贝，在咱们平时的过日子里，到底该怎么把它们用起来？怎么泡水？怎么敷穴位？比例到底是多少？又有哪些人是绝对不能碰的死忌讳？这些全是关乎你们身家性命的大事，错一步，救命的药就会变成催命的毒。咱们先说这第一把清扫业障的扫把，化橘红。你如果是经常觉得胸口闷，总感觉喉咙里卡着一口痰，吐出来的痰是白色的、清晰的，或者是带有泡沫的，这就说明你体内是典型的寒痰和湿痰。这个时候你每天取上3到5克的化橘红，切成薄片，就用滚开的开水冲泡，焖上个15分钟，当茶一样慢慢喝。你喝下去就会觉得那股馨香之气顺着胸口往下走，气顺了，痰就化了，气理顺了，痰清了，接着就要暖你那个冰冷的大厨房了，也就是咱们说的第2样，花椒。花椒怎么用？你要是常年觉得胃里冷冰冰的，一吃点凉拌菜、生冷水果，肚子就咕噜噜响，甚至绞痛拉肚子。你每天做饭的时候，或者吃完饭觉得胃不舒服的时候，你抓上7、8粒干花椒，直接放在嘴里，用牙齿细细的嚼碎。刚开始你会觉得有点麻，有点串，你别吐掉，就着那点唾沫慢慢咽下去。你想想看，那一丝丝极其纯正的火星子，是不是顺着你的食道直接落进了胃里？没几分钟，你整个肚子就会觉得暖洋洋的。如果是实在受不了那个麻味的老人家，你也可以用10来粒花椒放进水杯里，加上温热的水泡一泡喝下去，这就叫拨转中土的风水。厨房暖过来了，你吃进去的五谷杂粮才能变成救命的气血，而不是变成害你的阴寒毒水。再往下说，这是最关键，也是现代老年朋友最头疼的上热下寒，上面火烧火燎，满嘴溃疡，下面双腿冰凉，半夜尿频。这种人，我告诉你们，千万别再去喝凉茶降火了，咱们要用第3样法宝肉桂来给你引火归元。肉桂最好的用法，尤其是对付这种上下脱节的虚火，不是吃进肚子里，而是外敷，这就叫做从底下釜底抽薪。你去找药店买一点纯正的肉桂，再买一点吴茱萸，把它们按照1比1的比例打成极其细腻的粉末。每天晚上睡觉前，你取1小勺这个粉，倒在小碗里，然后滴上几滴咱们家里吃的醋，注意最好是陈年老醋，因为醋是收敛的。用醋把这药粉调成一个黏黏的药膏，调好之后敷在哪里？敷在你脚底板的涌泉穴上。你把脚趾头用力往下弯曲，
脚底板前面1/3的地方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凹陷，那就是涌泉穴，它是你人体生命之水冒出来的地方。你把药膏贴在这个穴位上，用医用胶布固定死，然后穿上袜子去睡觉，这叫什么？这就是给你的身体下了一道圣旨。那肉桂纯阳下行的气味，配合着醋的收敛之力，顺着你脚底的涌泉穴直接钻进经络，把你脑袋上那些到处作乱的虚火妄念死死地往下拽，硬生生把它们扯回丹田里去。第二天早上醒来，你把胶布撕掉擦干净，你坚持贴上个3-5天，你想想看，你还会半夜起来尿4-5次吗？你脑门上的虚火自然就退了，口疮自己就愈合了，脚丫子一整晚都是热烘烘的，这就叫平息妄念，这就叫真火归位。最后我们要说保住你性命底气的干姜。干姜怎么用？如果你的阳气已经快被掏空了，整个人有气无力，脸色惨白，手脚冰凉的像冰块一样，你每天用3到5克的干姜，但你千万不要单独熬它。老祖宗的智慧极其高明，干姜性子烈，你得给它配上一个和事佬，这个和事佬就是甘草，你取3克干姜，再配上3克甘草，放在锅里，添上2碗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慢熬上个15分钟，熬成一碗浓浓的汤液。这在咱们中华文化里是有名堂的，叫干姜甘草汤。甘草性质厚重平和，它能把干姜那股猛烈的热力给拖住，不让它一下子散掉。这就好比原本是一把烧得很旺很快的干柴，加上了甘草之后，就变成了一块红彤彤耐烧耐煨的煤炭。你趁热把这碗汤慢慢喝下去，这股绵长持久的温守之气，就能把你丹田里最后那一丝火种给死死护住，把你从生死边缘给拉回来。但是我今天把话给你们撂在这里，这4样东西虽然是救命的法宝，但有一种人你打死都不能碰。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每天晚上睡觉，手心脚心热得发烫，恨不得把手脚全伸到被子外面去，半夜老是出一身虚汗，把睡衣都湿透了，嘴巴里干得像沙漠，总想喝凉水。你对着镜子伸出舌头一看，哎呀，整个舌头红彤彤的，上面一点白色的舌苔都没有，光溜溜的像剥了皮的鸡蛋。如果你是这种体质，我警告你，立刻停下手里的任何温补药，你这叫做阴虚火旺，你身体里不是没有火，是你身体里连用来灭火的水都烧干了。这时候你再把干姜肉桂这些大热大阳的东西往肚子里塞，你这是硬生生的把自己的5脏6腑架在火上烤。所以用之前必须先看清楚自己的舌头，摸清楚自己的体质。最后我还得再嘱咐你们一句，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这4件法宝那是外力，是用来救急的理气的，你身体里的家运风水最终还得靠你自己来转。你一边吃着干姜，敷着肉桂去补阳气，一边大半夜12点还在刷手机，熬夜不睡觉，一边喝着化橘红化痰，一边还为了儿女的一句气话，生闷气生得捶胸顿足，把一肚子的怒火往下咽。大冬天的稍微出点汗，立马把外套脱了站在风口里吹。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们，你吃再多的药那也是个漏勺。你天天拿黄金去补一个破窟窿，能补得上吗？你的心念不转，你的贪嗔痴不灭，你身体里的阴寒恶气就永远断不了根。万法唯心造，
改掉你那些损耗阳气的恶习，放下你心里那些化不开的怨气和执念，这才是真正的实操救赎，这才是真正的顺应天道啊！好了，今天啰啰嗦嗦给你们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很多时候听着听着，到了后面就把前面的给忘了。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打死也要记住，你们要晓得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4件法宝，那就是一套救急、通气、保命的组合拳。第一，你觉得胸口闷，喉咙里整天有吐不完的白泡沫痰，这是气机堵了，阴寒结块了，赶紧拿3-5颗化菊红去泡水喝，把它理顺排出去。如果喉咙还发干，就加上1颗酸溜溜的乌梅。第二，你大冬天手脚冰凉，一吃生冷的东西胃里就搅和着疼，稍微吹点冷风就拉肚子，这是你的后天大厨房熄火了。每天做饭或者饭后嚼碎7-8粒干花椒咽下去，或者拿热水泡着喝，把你脾胃里的千年寒冰给化开。第三，这是最折腾人的，也是最容易治错的。你满嘴长着口腔溃疡，牙痛的钻心，上面像火烧，下面双腿却冷得像冰块，夜里还老是起夜尿尿，这是你的命门之火跑偏了，叫虚火上炎。打死别再去喝凉茶降火，把肉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老醋调成膏，睡觉前死死地贴在你脚底板的涌泉穴上，把那股乱窜的邪火给我引回丹田里去。第四，当你阳气马上就要脱了，整个人瘫软无力，出冷汗，稍微拉个肚子就感觉要断气了一样，这个时候用3克干姜配上3克甘草，熬成浓浓的热汤喝下去，这叫破阴回阳，是用最踏实最沉稳的火力护住你生命里最后的那一丝底气。最后千万记住那道催命符，如果你每天晚上手心脚心热得发烫，夜里睡觉出一身虚汗，嘴巴里干得冒火，舌头伸出来红彤彤的，上面一点白色的舌苔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这叫阴虚火旺，你身体里的水已经快烧干了，这个时候打死都不能碰这4样温热的东西，碰了就是火上浇油。这些理这些招我都掰开了揉碎了交到你们手里了，但是我想问问诸位，你记住了这些方子，你是不是就真的能长命百岁，百病不生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常常讲，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草本精华，它只是外在的拐杖，它是在你摔倒的时候帮你扶一把的，真正的病根在哪里？在你自己的这颗心里。在你们每天的一举一动里，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一切都是因果。你这身体为什么会变成个寒冰窟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化不开的痰湿业障？全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因啊！你一边吃着化菊红理气，一边在家里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跟老伴吵，跟儿女闹，气得整宿睡不着觉。你一边嚼着花椒暖脾胃，一边夏天空调开到16度，对着脑门直吹，大口地喝着冰镇饮料。你想想看，对不对？你这不是在治病，你这是在用你那点可怜的药力去对抗你自己造下的滔天恶业啊！你这样一个四处漏风的破桶，天天往里面倒金水，能装得满吗？所以我告诉你们，天下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那些深山老林里，也不在什么名贵的仙丹妙药里，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这颗心最大的改命，不是去求神拜佛，而是改你的心念，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你把心放宽，
不再去强求儿女非要按照你的路子走，你把脾气收敛，不再动不动就发无名火，生闷气，你顺应天道，夏天该出汗就出汗，冬天该藏着就藏着，别去贪图那一口冰凉的痛快。你这颗心安定了，你的妄念平息了，你身体里的真阳之气自然就守住了，你的阳气足了，那些妖魔鬼怪一样的阴寒邪病怎么可能进得了你的身？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啊！诸位朋友，今天咱们能在这里结下这段善缘，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果。如果你听完了我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觉得心里头透亮了，觉得老祖宗的智慧对你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希望你做一件事，你动动手指，把这篇救命的道理转发给你的老伴，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你千万别以为这只是在凑热闹，我告诉你们，在佛法里这叫做法布施。你想想看，可能你的一个老伙计现在正因为满嘴的口腔溃疡，准备大冬天去喝下一碗苦寒的凉茶，可能你的某个老姐妹正因为常年的白痰气喘，愁得连觉都睡不着，你一句及时的提醒，一篇正确的道理发过去，就可能阻止他去造一场伤身败体的业，就可能把一个将要熄灭的命门之火给救回来，甚至护住他们整个家宅的安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就叫积福，这就叫无量功德啊！你每一次转发，每一次传播这善的知识，其实都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儿孙后代积攒下看不见的深厚福报。另外，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在理，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听讲，大家千万不要听完就散了。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在下面的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你可以写上一句愿身心清净，或者写愿福报绵长。你想想看，千百人的善念，成千上万条祈福的话语汇聚在这个地方，那会形成一个多么强大多么温暖的正气磁场，这股不可思议的能量场最终都会回向到你们每一个人和你们的家人身上。